2026年开年，一部名为《我的山与海》的年代剧悄然上线，却在短时间内掀起了收视狂潮。该剧在央视8套与优酷同步播出，首播即突破 2.5% 的收视率，迅速成为黄金档的现象级作品。没有流量堆砌，没有刻意营销，它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征服了观众。许多人点开这部剧，原本只是出于好奇，但很快就被剧情深深吸引。它没有悬浮的设定，也没有过度戏剧化的冲突，而是以一种极其真实的笔触，描绘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与挣扎。这种久违的真实感，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。然而，随着讨论热度的上升，一个争议点也逐渐浮出水面：为什么女主角会选择谭松韵？在剧集播出初期，关于谭松韵的质疑几乎铺天盖地。许多观众认为，她那张标志性的娃娃脸与剧中跨度30年的女性形象并不匹配，尤其是在演艺中年阶段时，她的气质被认为缺乏足够的沉稳与威严。一些评论甚至直言，她看起来永远像20多岁，演什么都一个样，撑不起大女主的厚重感。这种声音并不罕见。在如今这个对演员外形要求极高的时代，观众似乎已经习惯用第一眼印象去判断一个角色的适配度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：演员真正需要的是外形匹配，还是灵魂契合？导演百山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，谭松韵是他接下这部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个回答让不少人感到意外。事实上，百山并非没有更安全的选择，他完全可以选一个气场更强、外形更成熟的演员来出演方婉之。但他最终选择谭松韵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基于对角色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在他看来，方婉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，她不是天生强大，而是在一次次跌倒与挣扎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普通人。她的力量不在于气场，而在于韧性。而这种韧性恰恰是谭松韵最独特的特质。在剧本围读阶段，谭松韵的表现彻底打动了导演。她并没有像其他演员那样仅仅停留在台词层面，而是主动参与到角色的深层讨论中。她提出了关于天命、时命、自修命的理解，从命运的角度剖析方婉之的人生轨迹。这种思考深度甚至让编剧团队都感到惊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角色的情绪把控极其精准，哪怕是一场已经被导演认可的戏，他仍然会主动要求重来，只为了找到更细腻的表达方式。这种近乎执拗的专业态度，让导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任感。他知道这个演员会把角色演到极致。很多观众之所以觉得谭松韵不适合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方婉之这个角色。她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处俯视世界的人，而是从贵州山区一步步走出来的普通女孩。她经历过被遗弃、被利用、被背叛，也经历过最底层的打工生活。她在工地食堂帮厨，在制衣厂流水线上工作，在街头摆摊做生意。她的每一步成长都带着泥土的气息和现实的重量。这样的角色需要的不是压迫感，而是真实感。谭松韵的外形或许不够强势，但她身上那种不张扬的坚韧却与角色高度契合。她像一株野草，不需要精心呵护，只要一点土壤就能顽强生长。为了更好地塑造方婉之，谭松韵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她学习贵州方言，坚持素颜出镜，甚至亲自去电子厂体验流水线生活。在拍摄过程中，她的手被针扎破，却依然坚持完成拍摄。这些细节观众或许看不见，但他们却真实地融入到了角色之中。导演百山在开机前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测试，让他脱鞋在水泥地上行走。他观察的不是演技，而是他的身体状态，步伐是否自然，站姿是否真实。因为年代剧最忌讳的就是过于精致，而谭松韵身上那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，正是这个角色最需要的东西。当一个演员面对跨越30年人生的角色时，真正的挑战从来不只是换发型、换服装那么简单，而是如何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相信时间真的流逝了。
谭松韵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，恰恰就在于她选择了一种克制到极致的表演方式。她没有用刻意的沧桑妆容去强调年龄变化，也没有用夸张的语气去制造中年感。相反，她把所有变化都藏进了细节之中，说话的节奏变慢了，眼神停留的时间变长了，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悄然发生了改变。年轻时期的方婉之说话更快，情绪更直接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冲劲，而到了中年，她开始学会权衡、忍耐与隐藏情绪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，比台词本身更有力量。这种留白式的表演，让人物显得更加真实，也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女性。更关键的是，她没有试图演一个成功者，而是在演一个正在成为成功者的人。这种状态的拿捏极其困难，因为它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，是不断试错、不断修正的动态变化。很多观众觉得她没有完全褪去稚气，但换一个角度看，这恰恰就是角色最真实的部分。一个从底层一路走来的女性，即便到了中年，她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年轻时的倔强与不安。这种复杂性让角色不再是单一标签，而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。为什么说只有1%的观众真正理解了导演的选择？因为大多数人习惯用结果导向去看角色，而忽略了过程的真实。在很多影视作品中，我们看到的女强人往往是被美化、被提炼过的形象，她们果断、冷静，气场强大，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功。但我的山与海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它展现的是一个普通女性在时代洪流中被不断塑造的过程。方婉之不是天生的领导者，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迷茫、被动，甚至脆弱的。她会犯错，会被人利用，也会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构成了她最真实的成长轨迹。谭松韵的表演之所以容易被低估，是因为她没有去迎合观众对强大的刻板印象。她没有刻意制造压迫感，也没有用外放的情绪去证明自己很厉害。她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，让观众慢慢感受到角色的变化。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，我们不会在某一刻突然变得强大，而是在无数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中，一点点积累力量。导演百山真正看重的，正是这种渐变式成长的表达能力。所以，当你觉得它不够像的时候，不妨换一个问题去思考，如果方婉之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，她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？也许答案正是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。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被我的山与海打动，或者对谭松韵的表演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一起交流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内容，记得点赞、收藏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精彩解读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